Hi， 大家好 ，It's Shen here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Driving in Australia。最近我很多台湾的朋友都已经18岁，或者是快要18岁了，所以最大的一个改变，或者是说最让人兴奋的一件事情，应该就是可以考驾照这件事。所以很多人就会问关于在澳洲怎么考驾照呢？澳洲开车的各种问题，今天就用这个影片来回答大家的问题。首先第一件事，很多人应该都已经知道了，在澳洲的驾驶方向跟台湾是相反的，所以驾驶坐在车的右边，开在路的左边。第二件事情是有关澳洲的驾照系统，也是这个影片主要想分享的事情。那总共会分成4个部分 ：Learner、P1、P2、Open。第一步 ，Learner License。澳洲的合法驾驶年龄是16岁。所以这边很多青少年在16岁的生日或是生日后没有多久，就会去考他们的驾照。只要通过一个有关交通规则的笔试，就可以拿到就是这个阶段的驾照。那这个阶段的驾照叫 Learner。在通过笔试之後呢，会拿到一张像这样的驾照。那其实，在澳洲这边没有身份证，所以驾照就是你最常用的ID， 就是也是类似身份证啊。照片很丑，就不要看了。除了拿到驾照以外，还会拿到一本像这样子的 logbook。因为在这阶段的驾驶人是不能独立开车的，必须要有 open license 的人监督，所以这个 logbook 的目的呢，就是要记录驾驶的时间、地点、距离，还有关supervisor， 就是陪你一起开车的人的所有资料。那这个 supervisor 呢，只要有 open license 就可以，他不一定要是驾训班的教练。所以，比如说家长啊，或者是兄弟姐妹，就是只要有持有完全驾照的人就可以监督。那这时候虽然不能自己开车，但是是可以直接上一般的道路上面开的。另外一件比较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learners， 就是有 learner license 的人在开车的时候，车子必须要一前一后都贴有这样子的 L plate。那这个有些是贴纸，像我的这个是磁铁的。贴这个的目的呢，就是告诉大家你是菜鸟，离远一点。在你开满100个小时之后，其中必须包括10个小时太阳下山，就是 night driving， 太阳下山之后的驾驶时间，加上你已经持有你的 learner license 1年之后，你就可以把这本 logbook 送到交通部门去批准。那在 logbook 被批准之后呢，就可以去考路考。那路考当然也是在一般的道路上面进行，而不是在驾训班的场地里面。通过路考之后，就可以来到第2阶段 P1， 也就是俗称的 Red P。那这时候驾驶人会至少已经17岁了。这个阶段的驾照呢，驾驶就可以独立的开车，不需要 supervisor。但是这个阶段的驾照还是有点限制，譬如说在车上不能使用手机，包括不能有蓝牙连接或是免持听筒这样的功能，完全是不允许的。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限制，就是在晚上11点之后，在你车上的人只能是家属，而且有规定是必须在21岁以上。拿到你的 Red P 1年之后，就可以做一个线上测验，这时候通过了，就可以来到第3阶段 P2 Green P。这时候限制就更少啦，几乎就只剩下一个最大的，你还是不能监督一个 learner， 就是我们讲的第1阶段的驾驶人。在拿了 P2 2年之后呢，就可以去申请你的 open license 啦，就是我们说的完全驾照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开车的人最少会是20岁了。系统感觉起来比台湾的复杂很多，但是某些方面来讲，相较之下是比较安全的。其实如果你按部就班来，可以独立开车的年纪，还是比台湾的法定年龄还要小1岁啦。以上我解释的系统是适用于 Queensland 昆士兰州之内的系统，因为澳洲很大，所以每个州都会有可能有些微不同的系统。也因为澳洲是个很大的地方，所以开车这件事情相较起来是比较必要的，因为不是在每个地方的大众运输工具都这么的完善。那我自己目前的状况呢，还是停留在learners， 因为考试本来就考得晚，加上并没有很积极的在
就是在收集我的小时数。然后因为这件事情，我也常被我同学念。那既然都拍了这个影片，就要给自己设个目标，在接下来的2到3个月，也就是这一学期之内，我要尽可能的规律上家训课。因为我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没有规律的上课，就是2次开车时间中间隔太久。希望借此我可以赶快熟悉开车这件事情，然后就可以安全的再开家里的车，然后赶快把小时数集满。既然都提到驾训课，那就顺便说明一下，如果你是付钱跟真正的驾训教练上课的话，在 Learner 这个阶段，你最前面10个小时跟教练上的课会乘以3，也就是说你上1个小时时数是3个小时，30个小时之后的时数就会正常。那希望很快我就可以把我的1个小时开完，我很想要自己开车。那希望今天的影片有解答到大家对澳洲驾驶系统的疑惑。你对台湾跟澳洲的系统有什么看法？你觉得哪一方面比较好呢？那你会比较喜欢哪一个？如果还有问题的话，也不要客气的提出来，我会为你解答的。That's it for today. Thanks for watching. 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